旁观，微笑后的谎，谁在掩盖破绽？爱恨都不敢，当回忆不停向我哭喊，当理想被现实而宣判，就算情感试图掐住手腕，面对贪婪，我绝不心软。哦，自尊擦亮命运的双手一摊，眼神写上我看似狂妄。哦哦，奉陪大地，谁都不怕，愤怒狂燃世间的丧钟敲响，看那希望在绝处绽放。哦哦，我让泪都风干。若真相真的可以用线索来推算，男人心的善恶应该用什么衡量？若结局它最后不过是一个虚幻，我一定会奋战。锁匙还给我！来！哎呀，为什么要冒险把自己当饵？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？我也是希望那个坏人可以快点被抓啊，最好把他关到老，关到死。幸亏刚才是赵老师救了我，要不然我早就被那个坏蛋打到脑震荡了。来！你这个臭女人，竟然跟别的男人抱来抱去啊！他不会去杀人的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做，不可以。我认识德勋一段日子了，他心地善良，不可能会做出这种事。如果他真的与这个案件没有关系的话，我相信他很快就会被释放出来。停。妹，德勋的爸爸好像没有说谎，他真的是下楼买烟的。他手上在拿着什么？好像是一个普通的环保袋。倒回去。停。他进去便利店之前，袋子已经装满东西了。德勋的爸爸在录口供的时候说，他只花了15分钟下楼买烟，但是去买烟，为什么要带这么大的环保袋呢？而且这个袋子看起来还蛮重的。这个袋子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呢？梁先生，梁先生，我是特别专案调查组的黄子杰，请开门。妹，他就是8月5号当天碰巧和梁先生一同搭电梯的证人。小姐，请留步。你好。哎，警官，我认得你，你不是刚来问话吗？梁叔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啊，对不起，案子还在调查中，我们不方便透露细节。请问8月5日的时候，你跟梁先生一起搭电梯，当时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啊？没有啊，他就跟平时一样咯，都不说话。那你还记得他手上拿着什么东西吗？哎呦，不记得了。不好意思，请你再仔细想想。有，他当时提着一个环保袋。哎，梁叔出去啊？丢电器啊，梁叔。我记得就这么多了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。如果要丢弃电器，为什么要带去便利店？根据证人的口供，电线插头露在环保袋外，里面到底装了什么电器呢？你还记得第一名死者是被电脑充电线勒死？我们在现场也找到了一张 SD 卡。陈宇在审问梁德训的时候，梁德训坚称 SD 卡不翼而飞，而且还表现得很意外，看样子不像是装的。假设梁先生
在环保袋里，有电线，还有 SD 卡，那里头很有可能有手提电脑。那刚案的很可能不是梁德勋。阿平，手套。好像是干掉的粪便。陈宇说，嫌犯在第二案发现场曾经踩到狗的粪便。这款鞋子不像是梁德勋会穿的鞋子啊。难道去过第二案发现场的 ？Ma'am， 桂祥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来得正好。你知道梁先生在哪里吗？梁哥不在家吗？我是有点担心才过来看看的。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？我们有理由怀疑凶手不是梁德勋，而是他父亲。你们找到了证据？是的，而且全部指向梁先生。他有没有在你面前表露过对女性的不满还是恨意啊？梁哥被德勋的妈妈抛弃，还被他传染了艾滋病，他很可能因此对女生产生了恨意。我怎么没想到？他可能没有显露出来，但已经化为行动了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他的行为会连累自己儿子被我们抓起来。如果他有一点良知的话，他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儿子背负他的罪名。如果我是他，我不会自首，但绝对不会害死自己的儿子。唯一能让他脱罪，就是再次赶案。可是他是随机挑选受害者，范围难免太大了吧？不一定。在他的口供里，他说第二名死者在咖啡店跟他们搭讪的时候，梁先生有在场。我们可以从他生活中常常接触的女性开始查。尤其是那些在风月场所工作的，更加不能放过。谢谢你，桂祥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梁先生，要不然会有第三名受害者在这里等法证。Yes, ma'am。昂克有犯罪的念头，我怎么会看不出来？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找到昂克，他到底会去哪里？我们可以从他生活中常常接触的女性开始查，特别是那些在风月场所工作的，绝对不能放过。吴老板啊，你今天为什么花订了这么少啊？爸哥，你这个臭女人，竟然跟别的男人抱来抱去！怎么不接电话啊？学妹，住手！住手！学妹，学妹，你怎么样了？学妹，二哥，你看清楚，我是桂香啊！是你，我不想伤害你，我要把这个贱女人给杀了，挖掉她的眼睛。看他以后怎么去勾引别的男人。二哥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。德信不会想看到你这个样子的。德信，
德勋他是无辜的。五哥，学妹，学妹，学妹，你醒醒啊！学妹，梁志雄先生，你为什么要杀害2名死者，还要挖出他们的眼睛？是因为你太太离开你，你无法对付你太太，所以害死无辜的女生。无辜？他们该死才对。水性杨花，都是些臭女人，死了也没有人可惜。梁先生，你还是把案发过程说出来吧，别害死你儿子。请问你是怎么杀害第1名死者的？那天德勋感冒，吃了药，睡着。我看他睡得很熟。德勋跟我说过，他的电脑坏了，我想帮他拿去修理。买了包香烟后，我在半路经过了一家酒店，怎么知道让我看见了他？像那种只会勾搭男人的贱女人，应该全都去死。我跟踪他来到了一条没有人的巷子。那个贱女人死了还不瞑目，我要把她的眼睛给挖出来，看她怎么去勾引男人。杀了那个贱女人后，我脑袋一片空白，只好先回家。我把德勋的电脑放回原位。你杀死了一个无辜的女人，难道你一点也不感到内疚吗？内疚？有什么好内疚的？在你杀死第2位死者的时候，你为什么穿上你儿子的外套？是不是你想嫁祸给他？我只是不想让人认出来。我没想到穿了德勋的外套会害了他。张桂霞说，你曾经在咖啡店遇到第2名死者，所以这一次你是有预谋杀他。没错，那个贱女人该死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咖啡店附近等她下班，然后跟踪她，想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下手。这些贱人都该死。
就像我老婆把艾滋病传染给我。无论他们多不对，你没有权利决定他们的生死。反正他们活着也没意义，不如跟我一起去死啊！你有没有为你儿子着想？当他知道你做了什么，他会觉得怎么样？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与我儿子无关。求求你们放了他！我的德训很怪的，我求求你们放了他！10几年来，我爸从来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，这是第一次。桂祥哥，你会帮我爸的，对不对？德训，你爸确实犯了法，我也无能为力。他会不会被判死刑啊？那要看上庭后法官怎么判才知道。上庭，我哪有那么多钱给律师费啊？桂祥哥，你帮帮我，你借钱给我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会替你爸申请无偿服务的律师帮忙。他一定得到一个公平的审讯。无论结果怎么样，我爸都回不了家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我当初好好照顾他，就不会像今天这样。德训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自责也没有用啊。如果我多关心他一下，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了。无论你爸做过什么事，他还是爱你的。你一定要坚强起来。桂香哥，我求求你，我就只有我爸这一个亲人，你帮我好不好？你帮我。好好好，你帮我，我会帮你的。你帮。学美啊，我待会儿要去 RC 开会啊，所以你早点收拾完了之后呢，就走吧啊，记得把门锁好。好啦，你快点走吧，要不然迟到了，担心你的主席宝座被人抢走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拜拜，记得小心点啊。吓死我了啦！怎么会是你啊？来看看你有没有事啊？吓到你啦？见过鬼还不怕黑吗？不过还好那时你及时出现救了我啊。送给你的，你应该用得到。我帮你。痛不痛啊？还好啦，医生说只是皮外伤。
那天你怎么会知道我出事啊？当时 Amy 把你卖掉项链的事告诉我，我知道误会你了，就去雕花厂附近的咖啡店找你。怎么知道却看到有人对别的男人大献殷勤？德勋的爸爸刚好也在，还对我说了一些对你不满的话，所以我才会有预感他去找你的。爸，小心点，我没有事啦。德勋，这里有我，你先去接德士。好，来，堂哥。那个女人，那种贱货，只会害你啊！不要也罢。堂哥，你喝醉了，来。我当时担心你出事，可是打电话给你，你却关机。你知道我有多焦急吗？是吗？你的心里面有我吗？谁说没有啊？要不然那晚我为什么会去找你道歉？那天晚上你去咖啡店找我，是要跟我道歉啊？我去道歉，你有空理我没？怎么，你的新男朋友那晚没送你回家？跟某某人一样咯，放我飞机。我又不是故意的啊！当时我真的是有急事，所以看到你的简讯的时候已经太迟了。有什么急事会比你的女朋友重要？人命关天啊！你说重不重要？德勋的爸爸闹自杀，幸好有我在，要不然就出人命了。是啦，是啦，是啦，你最厉害啦！我可是为了救人才牺牲自己的幸福，你该不会对一个这么伟大的人生气吧？哦，这么伟大，我才伟大好不好？你的女朋友大人不计小人过嘞。你这么说，我生气啦。哼。喂，你现在住在哪里啊？我现在住的地方啊，又小又没冷气，而且租金还很贵哎。哇，这要赶快找一个租金比较便宜又比较凉爽的地方给你咯。我有门路，我介绍。不用你假好心啊，我自己找。不行，如果不找一间你满意的房子，你放在我家里的东西要等到几时才搬走啊？张桂祥，我明天就搬走了。哼。我要你今天就。今晚干嘛？今晚就搬回家跟我解除。而且搬回去之后，再也不能离开，知道吗？多亏 Ma'am， 我们才能破大案。你这句话的用意就是要 Ma'am 请客，对吗？喂，你借刀杀人啊？说请客的可是你啊！接触刀子的人，如果知道刀的用途，也难逃法律责任。喂，你们两个是嫌 OT 不够多，还是职业病啊？好啦，别争啦，这次都是大家的努力，请一餐没问题啊。Thank you, Ma'am。在我看来啊，我们有大餐吃，不只要谢 Ma'am， 还得多谢一个人，全靠他，这宗命案才能破，就是我们的狗屎专家。关我什么事？我又没贡献什么。谁说的？如果不是你贡献的那一堆狗屎，早就闹出第3条人命了。哦，金汉说的没错，你观察入微，联想力佳，的确是功不可没。有什么功劳啊？亲手逮捕那个凶手的人又不是我。警队讲求的是合作精神，不管谁逮捕到凶手，只要我们破了案，保障了市民的安全，我们就是尽责的警察。难道到现在你还是不明白这一点？你说的没错，我也是团队的一份子，我只是想为警队出一份力，难道我有做错吗？我没有否认你的努力或你的能力，但山是一步步登，其实你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学。我只是不希望你太自信。
陈宇只是年轻气盛而已，但是他的办案能力真的是不错。我觉得少点打压，多点鼓励，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。你也觉得我在针对他？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我当然知道你是有心提拔他，才会对他更严格。但陈宇刚刚加入我们，我觉得他一时之间还不能理解你的一番苦心吧。我只是照着程序办事，不觉得有必要向他辩解。既然他在我们这一队，我就有责任引导他走向正规的办案方式。回来了，那去。你回来了。为什么哭？哎呦，哭到这样子。你不是说要请同事吃饭吗？说来话长啊！发生什么事啊？我怎么哄都哄不到他。你没有听过吗 ？A hungry boy is an angry boy。他的肚子饿了，我在泡奶给他喝啊。哎，你干嘛喂他配方啊？我们不是说好喂他母乳比较健康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放在冰橱啊。这么多天都见不到你的人影，冰箱里的那些啊早就喝完了，不给他配方喝，要他喝西北风啊。对不起啊，这一阵子我真的太忙了。好了，救星来了！哎，救星来了，救星来了！来，肚子饿了哈，来，喝奶了，喝奶了啊！哇，来，哦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哎，老婆，那你睡了？终于睡了。我的老婆大人，你又破了一起大案件，什么时候要重自己到购物中心大开杀戒啊？哎呦，与其去购物，倒不如花多一点时间陪 Matthew。我不要当一个隐形妈妈。如果你是隐形女侠，那我不就是神奇先生了吗？对了，红熙他怎么样？他还是闷闷不乐的，放学后就回家，不是睡觉就是看电视。我也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。这个年纪的女生，就算你问她，她也不会说的。难道真的要看他这样消沉下去吗？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她，扩大她的生活圈子，做多点事，交多一点朋友吧。比如帮他找一个。他怎么会痛奶啊？我已经给他拍背打嗝了。可能是喝得太饱了，没事的，别大惊小怪啊。那天，他的嘴唇是不是发紫了？我们去医院。医生，我的孩子到底怎样？听诊时发现小朋友有心脏杂音的迹象，必须做一系列的检查，才能确定是由什么导致的。不会是心脏病吧？你们家族中是否有心脏病患者？直属或以外的亲人都算。哦，没有。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可以患上心脏病？魏先生、魏太太，你们先别太紧张，一切都要等孩子留院做完详细的检查才能告诉你们。不行，医生，你要告诉我，我的孩子得心脏病的几率有多高啊？这个，你别讲，医生有答案就会通知我们的啊。是的，魏太太，答案一出来，你们立刻会知道。这样你们两位先到外面办手续吧。我还有一些问题。子健，谢谢医生。万一他真的得了心脏病，以后的路要怎么走？我们别自己吓自己了，医生都还没确定。他这么小，就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。我们不能这么悲观。
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人，比我们几家更坚强、更勇敢吗？是妈妈。蓝天，你还好吗？你儿子怎么样了？还在等检查报告出来。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？想帮我的话，就谈公事吧。帮我转移注意力。那么担心，干嘛不留在医院等结果？子杰那边的案件已经结束了，他已经申请了长假，在医院陪 Matthew。我即使留在医院，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对了，找我什么事？台湾那边要我向你了解一下案情，总结一份报告寄回去。其实Don他的案件已经告一段落了。我们会以诈欺、洗黑钱等多项罪名起诉他，他也承认了所有的罪名。那他的伙伴呢？我们熬了几天几夜的 paperwork， 追查了 IP address。这些人以为躲在网络世界的缝隙就能逍遥法外，没想到我们无所不用的把他们给揪出来。很多人以为我们当警察的一定都是破门追捕、把枪这般的精彩，却没想到我们其实也跟上班族没两样，时不时也得坐在电脑前找资料或翻档案。实际上还有一大堆的文书工作等着我们。其实，我觉得这起案件没那么简单。我也觉得案情有些疑点。SIS 同事陈宇跟我分享了情报，原来第一起外延案发生当天，Don他开车进市区时中了罚单。陈宇根据市区方向沿途的 CCTV 发现 Don 开的阿坤的车去到了滨海花园，停车场入口处的 CCTV 拍到他下了车离开，接着不到10分钟，他又回到停车场。手上还多了个信封。你看，他手上有信封。我们警方逮捕Don他的时候，发现一个信封，里头有10万块，相信是在这个时候有人给他这笔钱。那你查到他去滨海花园跟谁见面了吗？只可惜线索断了，我们查不到他去了滨海花园见了谁。不过，我们查到Don他的装修公司有洗黑钱的嫌疑，我们也查到他有几个项目是虚报的，相信已经有一大笔钱转移到国外去。对了，你们台湾那边查到了什么？我把Don的案件报告给上级时，他告诉我台湾的同事有新发现，原来Don之前在台北信义区开的一家酒吧，也曾经被怀疑洗黑钱，但碍于没有足够的证据，这起案件最后不了了之。但是你一定想不到，其中一个股东是谁。杨忠正？难道Don他和杨忠正和他以前的集团有关联？这么说来，Don去见的人很可能也认识集团的 boss。你打算怎么做？这么重要的线索，我当然要追查下去啊！对了，你什么时候会回去啊？没那么快，我拿了假，暂时会留在新加坡处理一点私事。哦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一点事，真的需要帮忙的话，随时打给我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你去忙吧。啊。
对了，这里的海鲜很新鲜，不要替舅舅省钱啊。你一个女朋友都没有，该花钱的时候都没花，你觉得我替你省吗？请问你是那位捡到我手机的人吗？对不起，你认错人了。哎，肯定是你。哎，我认得你啊，别担心，我只是想当面谢谢那位还我手机的人，没其他意思。我想你应该是认错人了，我舅舅不常来这里的。不是啊，上个月5号傍晚6点多，我和太太来这里用餐庆祝结婚周年纪念。没错啊，是你。是吗？可是我记不起来了。啊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只是想过来再次谢谢你。打扰了。怎么？那天你到底约了哪个美女过来这里偷情幽会啊？不是美女，是熟男。我约了个客户来这里谈画展的事。那你刚才干嘛不直接承认？哦，我刚才想起来。喂，那你记不记得3个月5号你又在做什么呢？你看，连你都记不起来，你那么年轻，难道我的记忆会比你好吗？吃吧。对了，我朋友送我块玉，我用不着，你帮我借花献佛，拿给你妈妈吧。舅舅，你真会做人，难怪我妈会那么疼你。就在前面的柜子，打开就看见了。是这个啊？哇，挺精致的哦，谢谢你啊。哇，你干嘛提那么多钱？喂，小心点。啊，我是说，你提那么多钱干嘛？我提那么多钱还能干什么？还不是拿来为画廊买画吗？买画？哎呀，你别问那么多问题了，让我专心开车吧。OK。不知道这个消息对你们有没有帮助？我们之前查到灯台装有一个10万块钱的信封，相信这个信封是他从滨海花园带出来的。我想你应该是认错了，我舅舅不常来这里。不是啊，上个月5号傍晚6点多，我和太太来这里用餐庆祝结婚周年纪念。没错啊，是你。舅舅，你干嘛提那么多钱？喂，小心点啊！我是说，你提那么多钱干嘛？还不是拿来为画廊买画吗？你好，来找赵先生吗？是啊。他通常都是中午以后才来的。哦，这么不巧啊。其实我今天过来是想买一幅画送给我朋友，可是这里的画我前几个星期都已经看过了，有没有一些新的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里的画都是一系列的摆售，这1个月内应该不会挂起新作。不如你让我看看你们画廊最近刚买的新画吧。那些还没挂上去的，我想我舅舅他应该不会介意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们画廊最近没有购入新画。那上个月呢？也没有。哦，谢谢你。不用。
吧？我还没有来你就练成这样，那谁陪我练习呀？谁叫你自己迟到？难道你没有迟到过吗？以前拍拖的时候，你有哪一次不是因为执行任务被耽误而迟到？我可是有正当的理由，好不好？等你以后自己当了警察，你就知道了。你还敢说，就是因为这个才叫你来健身房帮我练习呀？如果我的体能测验不及格，当不了志愿特警的话，我唯你是问。好啦，大不了陪你多练一回合，只怕你撑不了。谁说我撑不了？当警察最重要的就是毅力。那你想当个怎么样的警察？当然是除暴安良的警察啊。可是如果让你遇到一件看起来表面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，你会怎么处理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不黑不白。灰色地带。我又不是当卧底，怎么会遇到这种情况？谁说不会？你控制得了自己的行为，并不代表你身边的人可以。如果是你自己身边的亲人犯了法，可是却有苦衷，你身为一个警察，你会怎么做？哎，陈警长，你自己就是警察啦，你干嘛还要问我？我是想考考你这位未来警察的想法。我会交由警方处置，不管他有什么苦衷。如果亲人犯了法，就应该将他绳之于法，大义灭亲。难道你不会这样做吗？会啊。如果亲人犯了法，就应该将他绳之于法，大义灭亲。在冷眼旁观微笑后的谎，谁在掩盖破绽，爱恨都不敢，当回忆不停向我呼喊，当理想